你敢想吗？日本人最大的学校不在日本，而在中国。上海日本人学校里聘用的老师、保安、工作人员都是日本人。学校外围用电网包裹，摄像头遍布每个角落，禁止中国人参观。内部设置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高达4000余人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样的日本学校在我国竟有35所。日本人为何要在中国建学校？这里毕业的学生将会何去何从呢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坐落于上海的这所日本学校并非近几年才出现的，早在1986年4月22日就正式在上海创办。最初创办时规模并不大，仅有7名学生过来上学。所谓的学校宿舍也是领事馆的一间空屋子。渐渐的来到这里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，日本方面投入的钱财和精力也逐步跟上，扩建到684.9平方米，老师的配备也越来越多。到1996年6月底，已经建成占地面积2万平米，拥有体育馆、教学楼、宿舍、食堂、停车场等设备齐全的学校。后来甚至还扩建了2个分校，一个在虹桥，一个在黄浦东，规模越来越大。这些日本学校跟我国本土学校有所不同，学校的建筑设施以及人员配备等与日本当地学校别无二致。学校里面管理制度严格，学生非必要不准外出，外来人士也不允许境内参观。一天24小时都有保安巡逻，学校的外墙布满了铁丝围网，每隔10几米就会看到摄像头。在我国杭州也有这样一所日本人建立的学校，总占地面积高达2.3万平米，建筑面积5846平方米。除此之外，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苏州、大连、青岛等大城市都有日本人建立的学校，共计35所。为了保障在中国日本人的生活，他们甚至还修建了多所合资或独资的医院128所、269处各类会所。在我国的地盘竟然有如此多的日本学校，而且每一所学校几乎都处于1线城市，分布面积之广，占地面积之大，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。日本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建立了不少学校，有人说日本正在偷偷做换国计划，建立日本学校就是途径之一，这究竟是真是假？日本的占地面积狭窄，且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地震、台风、海啸等天灾多发地带，他们一直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扩张。当年日本侵华的历史仍历历在目，作为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犯下的罪恶。他们现在如此大规模的在我国建立学校，也不免让人担忧。其实换国是人们的猜测，并没有得到证实。若是他们真有此类计划，国家肯定不会让他们如此放肆。允许日本在我国建立学校是国家推出的政策之一。1995年，我国教育部发布了一项政策，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暂行办法，其中就允许外国在我国设立学校，必须满足特定要求，与此同时还需要承担投资建设责任，并接受中国监管。因此，所有建立在我国的外国学校都在国家监管范围内。之所以允许外国在我国建学校，是为了促进与各个国家的友好交流，也为了更好地将想要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送出去，完成学术交流。日本学校里没有中国学生，因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，是为了避免中国学生接受外国文化教育遭到文化入侵。孩子的思想还没有定型，就像是一张白纸，若是让我国学生从小接受日本学校的教育，那肯定会被洗脑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当然，他们也会担心自己的学生被中国同化，因此聘请的老师使用的课本都和本国一致。不得不承认，如今网络的信息太杂了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一件事情发表言论和看法，这是言论自由。但是也有很多人看了之后被误导，有些信息确实有些夸大其词，我们应该理智客观地看待问题，不要被舆论所引导。既然日本在我国建立学校是被国家允许的，那么国家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理由。网络上传言的换国计划其实是以讹传讹，不要太过较真就行。日本为啥喜欢在其他国家建学校？如此多的日本学生在我国上学，很多人为他们今后的去处而隐隐担忧。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将会何去何从？会不会继续留在中国？目前日本学校主要由小学、中学以及高中组成。如果仅仅是上小学或初中，那么毕业后会再次回到他们国家的中学继续学习。若是小、初、高都是在我国的日本学校完成的，大部分会被日本大学按照分数录取。当然，如果他们想要留在中国或者去其他国家留学，只要符合要求也是可以的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国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也设立了中国学校。
横滨、东京、名古屋等地皆有中华学校。设立这些学校的目的就是给在外华人子女提供读书学习的场所。其中建在东京的学校地处东京的中心，建立于1929年，距今有95年历史。在这里不仅接收华人子女，还接收纯日本孩子进校学习。学校的操场上白底黑字写着"孝顺父母，敬爱师友"几个大字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。学校采用中日英3语教学，每周都会强制性让学生学习一种语言。台湾的学生还会因材施教，教授繁体字。在学校的纯日本学生使用的是日本教材，可以一直从小学上到高中。在横滨的中华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898年一手创办的，学校主要用汉语教学，里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华裔后代，还有小部分中国人跟纯日本人。除此之外，在美加、英澳等多个国家都设立有中国学校，这些学校都为华人学生以及中国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。我国在外的华人数量不在少数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够看到中国人的身影。其实这也是有国家在背后助力，才能够让中国人在其他国家畅通无阻，生活的有安全感、有保障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